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交易生活频道。最近无论是美股指数还是加密货币的行情都很不错，美股期货指数都创了历史新高，而比特币也在前往新高的路上。无论你有没有赚到钱，不要焦虑，保持进步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等下一次行情来临时，也能提前抓住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来聊一下时间这个话题，这也是交易中很重要的基础概念之一。通过本期视频，你将最快速地了解到什么时候交易，以及在 TradingView 中时间相关指标的设置。在 ICT 技术分析体系中，交易的两大核心因素就是时间和价格。有看过我们频道前面的一些教学视频的朋友，对价格行为相信已经有了一些了解。那么时间在技术分析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大部分时刻，价格的运行都是无趣的，只会进行盘整或者非常小幅度的运动。而特定的时间就像是价格的引线，当价格进入到这些特定的时间范围时，就点燃了这根引线，价格就像是烟花一样开始它的表演。为什么价格经常在特定时间才会运动呢？首先，这些特定的时间里面，交易量相对来讲通常会是最高的。其次，这些特定的时间段通常会有比较重要的经济新闻，比如纽约时间早上8点半，一些数据发布会极大的刺激价格剧烈波动。比较典型的品种就是美元指数、黄金还有外汇。第三，因为前面两点交易量最大，又有一些经济数据的发布，那么散户的参与意愿到达了顶峰，相对来讲流动性是最好的。那么在市场上部署算法的这些做市商以及银行、基金等等大型机构也会在这些时间段来工作，会充分利用好市场上的流动性，快速推动价格，把价格投递到任何他们想要价格去的地方。以上这些就是价格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才会开始表演的主要原因。就比如这个例子，这段时间是亚盘时间，价格运动幅度相对来讲很小，但是一旦进入了伦敦开盘时间，价格就立即进行了大幅度运动。对于交易时间，核心点在于搞明白你交易的品种与时间的关系，以及你使用的交易策略与时间的关系。在 ICT 技术分析时间体系中，所有关于时间的表述都是基于 EST 东部标准时间的，也就是纽约时间。同时 ，ICT 建议交易者把交易工具如 TradingView 的时间都改为纽约时间。我个人其实不会这样做，因为我经常会回测，记录价格在过去做出一些关键动作的时候的时间点。如果我改成了纽约时间，那么记录所有的时间点，我都要自己再去换算一遍。在图表中的那个纽约时间点到底是我本地时间的几点，而且纽约时间与本地时间的对应每年也会改变2次，因为美国的时间分为冬令时和夏令时。截至目前本期视频录制的时间3月4号，还是冬令时，纽约时间跟我本地的时间差是13个小时，但1个礼拜之后就会切换为夏令时，时差变为12个小时。可能你听到这里又是纽约时间又是冬令时、夏令时，已经处于有点懵了的状态。没关系，这很正常。我以前也花了不少功夫搞明白这些时间的关系。为了控制我们视频的长度，今天不会展开特别多种时间机制的讲解，因为单是 ICT 原版体系下就有包括 Q-Zone 杀戮时间、银弹时间、临近收盘算法时间等等在内的多种时间机制，每种机制都对应一种或多种交易模型策略，以及对应不同的交易品种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请多多点赞。以后我会尽量抽空把它们都做成视频分享出来。我们今天主要关注 ICT 最为通用的时间设置 ，ICT Q-Zone， 也就是俗称的杀戮区时间。杀戮区时间主要分为3个时间块，亚洲杀戮区是纽约时间的晚上8点到晚上10点，伦敦杀戮区是凌晨的2点到5点，纽约杀戮区是纽约时间的早上7点到10点。先不用急着记录和换算。为了方便大家查询 ICT 时间与自身时区的时间对应，在今天视频上传之前，我已经在交易生活的网站上线了一个交易时间查询的小工具，可以访问交易生活的官网 ictnlive.com， 在右上角选择工具，就能看到第2个是 ICT Q-Zone 时间转换的工具，把它点开，可以看到默认是 UTC+8 的时间。假如说你在日本，那我们下拉。选择 UTC+9 东京的时区，
那么右边这里的时间就变成了你在东京的本地的时间，对应的是 ICT Qzone 的纽约时间，方便你自己在交易工具中设置。最后我们进入 TradingView， 有很多指标都可以方便的在图表上标注你需要关注的时间区域，同时不需要切换自己的时间。这里介绍一个我经常在用的指标 Sessions， 在 TradingView 上方的工具栏选择指标，或者直接输入键盘的斜杠键，输入 Sessions， 可以看到这一款我已经加了星标的，来自于 RUX-ARGO 的 Sessions， 点击它，我们就加载了这个指标。但是其实这个指标默认的设置跟我们需要的时间以及时区都不匹配。那我们在左上角选择这个指标的设置，同时我们把刚才介绍过的时间转换的网页打开，来对照修改一下。首先要把时区选择为自己所在的时区，我在的时区是 UTC+8， 所以这里就选择了+8。然后回到指标的设置，指标下方有一个 Time Zone， 这个时区设置的含义是你所在的时区，所以我们也把它改成8。接下来，因为我们 ICT 的时间体系中只需要关注3个时区，亚洲、伦敦跟纽约，那这个指标默认提供了4个时区的选项，我们取消掉一个时区，先把亚洲时区改成对应的9点到11点，把它改为红色。接下来，伦敦的 Qzone 时间改为15点到18点，把它保留为蓝色。最后，纽约的 Qzone 时间改为晚上8点到11点。这样调整好了，就会出现我们需要关注的亚洲时间 Qzone、伦敦时间的 Qzone 以及纽约时间的 Qzone。在上个礼拜5的交易中，我有几笔交易都是在 Qzone 的时间做的。可以看到我在上周五的 Friday， 上周五的交易中，在伦敦时间做了一笔订单，在下方的流动性位置平仓，同时又在纽约的 Qzone 里，在这里开了一笔多单，在上方的流动性位置平仓。这几笔我自己做的交易，具体的分析流程我都记录在了交易笔记中。交易笔记的更新比做视频快很多，因为它不会占用我太多的交易时间。其中部分的笔记内容是需要付费订阅的。之前提到，如果有使用我的邀请链接注册，并且有一定交易量的朋友，可以联系我进行免费兑换。当然，如果不着急，可以等我有时间慢慢专门做视频来去讲解这些实盘的分析。频道的技术教学内容会始终保持免费，请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。我提到的工具、网站以及交易笔记均在视频下方有链接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